1500多年前，北魏的谭耀和尚怀着虔诚的心，带着工匠们在大同郊外的五洲山上，一千一幅为佛陀开凿雕像。巨大的造像，极尽精美的洞窟，写就了佛教艺术中国化过程中辉煌的一笔。浩大的工程深藏着建造者的一个美好愿望，让佛的形象和包裹着它的山体一样永恒。但在现实的世界里，除了时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云冈石窟自诞生之日就经历着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的破坏，冰火、盗毁、砂岩风化。云冈石窟这块文化瑰宝，在岁月中被无情地揉搓着，然后弃置在苍凉的沙尘中。20世纪初，云冈被重新发现。当中国土地上战火止歇，硝烟散尽，云冈把一个巨大的问号抛给了今天的人们：如何留住这沧桑的美，留住这历史的馈赠？这里是云冈石窟博物馆，它是一座新颖的下沉式建筑，在近万平方米的空间里，展陈着云冈石窟出土的各个时期的文物。在这些展陈的文物中，有一件极为特别，这是一个琉璃佛眼。我们馆收藏的在这儿一块琉璃眼球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美国回归来的。在一个上世纪80年代呢，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舒柏先生呢，在美国访问期间呢以后，遇到一个美国的一个考古学家史先生。史先生当时要退休，他在民国年间曾经在考察过，当时呢是以1块大洋把这个眼球购走的，但是在他退休时候，他以后想把这个心愿圆了，愿意把这个眼球回归给中国。公元452年，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迎来了一个新的皇帝，他就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很多学者认为，就是拓跋浚当政期间，高僧谭耀开启了云冈石窟的建造。今天，编号第16到第20的5个洞窟，就是谭耀法师留下的杰作。它被认为是犍陀罗艺术在中国的硕果。东汉末年的时候，来自古代印度的僧侣们沿着丝绸之路，把佛教传到了中国。和佛教一起到来的还有石窟和造像艺术。这些石窟和造像艺术主要发源于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的犍陀罗地区。因为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犍陀罗成为古希腊的殖民地。后来，在这里形成的佛教造像艺术，自然就带上了浓厚的古希腊、古罗马雕塑风格。而北魏王朝和佛教相遇，在云冈石窟开出了花朵，把犍陀罗艺术在中国推向了顶峰。这艺术之花，也有古希腊的浓重色彩。他的佛像仍有古希腊面孔的遗迹，衣着仍然像古希腊长袍那样悬垂。按照这样的思路推想，云冈石窟在开凿之初，
佛像的眼睛应该是没有眼珠的，现在的眼珠大都是后人的补作。和我们看到的希腊雕刻那种石膏像，那个学生在那画那个大卫啊什么，那个眼睛是一样的。这个眼球是后来明代之后加上去的。无论眼睛用哪种形式刻画，佛的容颜看起来都不喜不悲。千百年来，他矗立在五洲山下，目睹这片佛国圣地在衰败与兴起之间轮替，也无助地静观一次次劫掠近在咫尺的发生。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在中国游历，发现了云冈石窟。从此，世界知道了这座位于华北一隅的艺术宝库。但云冈石窟世界性的轰动，也使它的盗毁进入了高峰期。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常惠的学者来到了云冈。经过调查，他发现，在云冈，佛头的丢失情况非常严重。据他统计，云冈石窟总共有96个石质佛头不翼而飞。为了标注，常惠将这些佛像涂上了红色的油漆。时光流逝，残存的红色并没有完全褪去，它似乎在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沧桑。修建于1500多年前的皇家石窟，每天都会迎来很多游人，感受它深沉的历史和文化气韵。云冈研究院的研究员赵坤宇常常在云冈石窟的洞窟间攀爬巡视。他和别人观看石窟造像的视角不太一样，别人大多是要鉴赏石窟的美，而他关注的却是佛像的残损。在他的心里，云冈石窟的历史风云和他经历的苦难是纠结在一起的。赵坤宇在巡查第16窟覆洞的时候，注意到该窟北壁有3个破洞，这里曾经有过造像。那么，曾经的造像哪里去了？它们又是什么样子呢？1907年，一个叫沙婉的法国考古学家来到了云冈石窟，在这里拍了一组照片。这是人类最早的关于云冈石窟的影像记录。1925年，瑞典艺术史家喜隆人出版的《5世纪到14世纪中国的雕刻》一书，也收录了大量云冈石窟的照片。这些历史照片对于确定云冈失落的文物起了重要的作用。赵坤宇在沙碗拍摄的照片中，发现了第16窟负一洞北壁中层的3尊造像，它们一尊已经破损，另2尊一手扶膝，一手上举，服饰很厚重。这2尊造像在喜隆人拍摄云冈石窟的时候依然完好，但不久之后就失窃了。从喜隆人拍摄的照片看，这尊菩萨两边有狮子，但现在石窟里面已经没有狮子的痕迹，说明当时是被整体盗凿下来的。巴黎、纽约、伦敦和东京并称世界4大国际都市，所不同的是，巴黎还以其文化气质而著称。1个世纪以前，这里就是欧洲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和时尚的中心。然而，这样一个世界名城、文化之都，却有着它不光彩的一面。赵坤宇发现，法国巴黎瑟努斯基博物馆收藏了第16窟覆洞被盗的这尊造像。
然而，和造像一起被凿下来的狮子却再也找不到了。拉回去以后，把狮子全部修掉了。这个呢是可以说是一种2次破坏。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并称世界3大博物馆。来自云冈石窟第16窟覆洞的另一尊被盗的交角菩萨，就展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它并列在一起的另一尊菩萨，则来自云冈石窟的第27窟。这是27窟，在它的东壁上层呢，斧凿痕迹都可以今天看到，一个整尊像被盗凿。这里是法国的集美博物馆，以收藏东方国家的宗教艺术而驰名，是欧洲最大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地。在它的馆藏里，就有一尊来自云冈第30窟的雕像。这里就是云冈石窟的第30窟，四目所及，到处都是被偷盗的痕迹。它东壁的下层，一个佛头已经不翼而飞，而在上层，原本一尊胁侍佛站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1米多高的空洞。这里就是集美博物馆里那尊佛像原本的家。这个佛像被盗凿以后，也许是出于为了偷盗时候、盗凿时候方便，它是切割成3个部分，或者也是为了它便于盗运，因为它的整体很高大，在它的头部和它的脚部、脚腕处都有切割的地方，分割出来的地方。据赵坤宇所做的统计，日本是存有流失的云冈石窟佛像最多的国家，这其中就有不少是云冈第7和第8窟的文物。像这个魔种啊，本来是一个魔种，刚刚我们拿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位置在哪儿，不大清楚，就说很茫然。那么有了沙碗这个书呢，我们偶然呢在这个画面上头看到了一个形象。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是一个降魔成道的一个题材，是第8窟主室东壁，周边呢是魔众，中间呢是个坐佛，四边呢都是满布魔军，他们来恐吓佛的成道，全部是逆法型，手持各种法器啊武器，来恐吓这个释迦。日本出版过一本叫《六朝的美术》的图书，里边有很多流失到日本的云冈石窟造像。这样的书常常让赵坤宇感到心痛。世界各地散落着多少来自云冈的文物，可能无法统计清楚。有时候，连收藏他们的博物馆都不能确认这些文物真实的身世。云冈石窟的第1、第2窟因较为偏远，加之洞窟前壁坍塌，所以是被盗造像的重灾区。窟内造像无论大小，几乎找不出一尊面容完整的造像。总体来讲，云冈石窟造像的被盗，主要发生于1910年至1929年间。国民政府在1929年对外公布，一共丢失佛头96颗。被盗造像主要流布于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从当时中国的一个社会情况来看，中国石窟寺啊，佛像被盗凿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像龙门石窟、山西的天龙山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大量的佛头基本上全部被盗凿，不堪目睹。2010年，云冈研究院发现了一套精美的明信片。
明信片共计16张，向人们展示了16个佛像与佛头。而这些佛像与佛头，在如今的云冈石窟中，一个也找不到了。被盗凿的造像呢，从这个石窟走下来以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美。它在上头呢，我们有这么多的造像，你感觉不出来，当它落下来单拿出来，我们觉得哎呀，无限的美，美不胜言啊。1949年以后，对云冈石窟文物的劫掠才画上了句号。但是，自然因素对石窟的损毁仍在继续，洞窟坍塌与石雕风化已经让云冈石窟岌岌可危。如果不进行大规模修复，人类的这块文化瑰宝将不复存在。当时的云冈石窟的保存状况确实是比较让人担心的。这个我这文献资料里头，当时用的就4个字，叫“悬石累累”，就是到处都是这个风化悬空的这个岩石，然后也开裂的非常严重，而且经常有碎石掉落。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保护拉开了序幕。当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石窟和雕像的加固。张俊才师傅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技师，曾经师承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专家，在常年的文物维修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年第20窟大佛鼻子的修复工作也有着他的一份功劳。人家是那个有那么厚、那么宽厚一个节，别开裂了，当时还没掉下来，没掉下来，可是看是很危险呀。要是掉下来，这鼻子就没了。反过来搞下去就打烂了。原来我是不想闹，最后呢，你不闹你也得看一看就不行了。咱搞这个搞修复的，一看，都想法都把它闹上，最后就把它冰桶一吸，把里头烂脏东西全都一去了以后再把胶抹上，就闹上去。粘上以后，第2天又糊的方，把缝一糊，把外面一做，这就是这个情况。196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1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年，维修云冈石窟的试验工程启动。文物保护工作者对云冈第1窟塔柱、第10、11窟前立壁的佛龛座、佛头部，先后进行了化学灌浆粘接试验。同时，对一些要断落的石块也进行了粘接。1964年以后，文保人员又把化学灌浆粘接、毛干牵拉这些技术应用到了更多的洞窟维修中。今天的云冈石窟景区有一个不大的纪念馆，这是为了纪念对云冈石窟保护起了重要作用的周恩来总理而修建的。1973年9月，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来华访问。15日，蓬皮杜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来到云冈，用云冈石窟这种厚重的历史人文景观款待来自文化大国法国的领导人，这大概是充分考虑了对方的喜好。那时候，云冈石窟正在维修，并未完全开放。周恩来和蓬皮杜的参观重点就安排在第20窟、第7窟和第5窟。两位领导人对1500多年前北魏石窟艺术看得十分认真细致，不时地询问它的历史沿革、艺术价值和维护情况。总理看了当时的现状以后，
对我们当时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提出要求。当时这个国家文物局的局长说，我们做了一个规划，要用10年的时间把永冈石窟的这个稳定性要解决掉。总理说太长，10年太长，用3年的时间来解决它。就这样，对云冈石窟具有决定意义的3年保护工程开始了。这是1949年以后对云冈石窟最大规模的抢修工作。第20窟是云冈最著名的一个洞窟，这座石窟建窟之初就发生过崩塌。3年工程开始之前，佛头上方的砖石已经摇摇欲坠。不仅是第20窟，当时云冈主要的洞窟都因为风化严重，存在崩塌的隐患。我们今天看到的永冈石窟，实际上就是70年代保护的成果。洞窟坍塌的部分被安了上去，洞窟裂缝部分被粘接了起来，彻底解决了永冈石窟的稳定性问题。当然，包括一系列技术方法，锚杆、牵拉、环氧树脂粘接等等。云冈石窟经过3年工程，基本解决了稳定性问题。石窟的风化随后成为维修保护的焦点。1993年，云冈石窟开始了大规模的风化治理工程。因为与国家的第8个国民经济5年计划同一年展开，这个工程也被当地的文保工作者称为“85维修工程”。卢继文从事云冈石窟的风化成因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在他看来，造成石窟风化的原因有多种，而水是最根本的原因。你有雨水啊，窟顶上边要下雨啊，而它呢岩体呢有自然的裂隙，那个雨水就会顺着裂隙要进来，对吧？第二个呢，就是由于温度和湿度的关系，洞窟里边在夏季或者秋季产生凝结水，这是一种对它的危害。产生了凝结水，它也要疏解风化，加快了。云冈石窟原来窟外地面明显高于窟内地面，在雨季经常发生倒流。这次维修保护工作的一项任务就是降低窟外地面高度。第1到第4窟前面3800多平方米，第7到第20窟前面6000多平方米做了降低处理，修建了排水沟渠。为了配合地面降低工作，考古人员还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北魏、唐、辽、金时期的造像、门墩、钱币等文物，还有北魏云冈石窟前的河坝。这是一张云冈石窟第20窟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这是它现在的样子。从对比可以看出，大佛前面多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就是20世纪90年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在第20窟前面做地面降低处理时暴露出来的。大同地处黄土高原末端，年降水量只有300多毫米，但这些降水却足以对石窟造成伤害。雨水不仅直接冲刷石窟崖壁，还会沿着山体裂缝渗入洞窟，侵蚀佛像。云冈石窟所在的五洲山岩层上面的土层不算厚，雨水积聚在土层里，长时间侵蚀下面的洞窟。云冈石窟的文物保护部门在土层下面铺设了防渗漏的土工布，垫高了低洼的蓄水地带，把大气降水引到了专门铺设的排水明渠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窟顶的雨水渗漏。
保护性的枯岩在北魏就曾经在云冈石窟大量修建。这些枯岩可以阻止大气降水对洞窟的直接冲刷，保证窟内温湿环境的相对稳定，减轻水害。只是这些枯岩后来都损毁了，只在岩壁上留下了一些孔洞。清顺治8年，宣大总督童养亮等人对第5、第6窟的窟岩重新修葺。修葺后，留下了2座4层的木构建筑，红柱蓝顶，蔚为壮观，为云冈石窟增添了一道风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2次对存留的窟岩进行了维修和复建。近几年，又在被称为五华洞的第9到第13窟前面建起了传统的佛殿窟岩。比如说，这个木构件，这个柱子和地下遗址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如何隔离的？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具体问题。当然，它们本身的工程质量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窟岩建筑和石窟本体，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连接关系？那么前后后大大小小的项目大概就是有100多项。被称为五华洞的5座洞窟，是因为清代重施彩绘，异常华丽而得名的。其中的造像雍容华贵，雕饰绮丽，丰富多彩，是研究北魏建筑、雕刻、音乐、舞蹈和历史的珍贵资料。多年来，由于石窟前立壁和列柱裸露在外，遭受雨水冲刷，风蚀日晒，五华洞岩体裂隙纵横，列柱风化剥落变细，洞窟面临随时坍塌的危险。同时，五华洞窟内的彩塑和壁画也出现了苏减、空鼓、脱落等诸多问题。这2个列柱是经过我们保护修复的，有的个别的地方你能看到我们封护和灌浆的痕迹，有的地方呢，我们是把它修旧如旧，你可能没有看得清楚。这一块呢，我们做过支护性的保护，就是什么呢？打铆杆，用打铆杆的方式呢，把这个顶部呢加固的严实，就是从南往北打铆杆。这个9号窟和10号窟一共打了16根铆杆。你比方顶部我们看那个大的莲花，那个莲花当时掉了，然后又把它补上去，用打铆杆和粘接的办法把它又拖上去，这样呢，游客还能看得到我们这样的大莲花。在云冈充满艺术杰作的石窟里，最不为人注目的可能是那些没有雕像的石头。可是，就是这样的石头，一旦开始风化，也会花去文保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工人们要把石缝里的盐一点点地清理干净，然后用化学材料对风化层渗透加固，最后还要对修复的岩石做旧，使它们和环境完全融合。每年的除了我们大同这个地方，上冻以后，这个气温低不能干了平时天天干。而在云冈石窟的壁画修复室里，工作人员则在日复一日拼接、清理、复原那些因为风化而脱落和残损的壁画。修复壁画难度极大，治理苏减、起甲这些技术活不说，就是做好壁画所依附的基材墙泥也很不容易。像那个和泥来说的话，其实好简单，但是现在从科学方法来检测，它说有多少比例的粘土，多少比例的沙，多少比例的棉花或者是麦秸，其实那个比例用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环境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经验之谈呢，其实是
咱们古人一种说不清的一种很宝贵的东西。大同所在的山西省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省份，蕴藏着多种多样的民间信仰。深厚的文化和众多的庙宇，造就了很多工匠以维修这些庙宇的壁画和雕塑为生，手艺代代传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实还是这个师傅带徒弟这个模式比较长久，因为咱们过去就是到80年代的时候，这种还有在农村里面，一个修个小庙啦，画点壁画啦，或者是农村那个老百姓家里头画的那种墙围的那种装饰画了，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传下来的。这些民间手艺人虽然没有高深的理论素养，也没有上过专门的学校，但是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获得的宝贵经验，也在云冈石窟的保护中发挥了作用。云冈石窟的文物保护部门向这些民间工匠学习取经，把民间工匠的手艺与现代科学的文物维修技术相结合，在民间工匠的帮助下，粘接修复材料中各种成分的配比比例，在反复的比较中，终于摸索出来了。云冈石窟位于中国美都大同市，它所处的十里河下游地区是煤矿聚集区，这里所产的煤也是大同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煤尘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水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在洞窟表面形成了酸性环境，加速了洞窟的风化。人们必须在文物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做出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距离石窟仅300米的109国道云冈段交通量与日俱增，仅大吨位运煤车平均每天就有16000多辆。第6窟是北魏孝文帝献给祖母冯太后的一座洞窟，有人说它是云冈石窟最精美的一座洞窟，但20年前，它的光华也被煤尘掩盖着。第18窟的这尊佛以他身披的千佛袈裟而知名。据说，这尊佛代表了北魏灭佛的皇帝拓跋焘。有人测算过，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尊大佛的千佛袈裟上，每年每平方米至少能积下1000克煤尘。为了保住云冈石窟，当时的国家纪委、山西省政府决心让109国道改线。1998年，一条运煤专线将昔日的运煤车分流在距离石窟1500米以外，原有的公路则开辟为云冈旅游专线。国道改线，这在1949年以后的文物保护史上还是首例。国道改线后，云冈石窟周边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大气质量已经基本达到了国家2级标准。但对于文物保护来说，仍不算是最佳条件。云冈石窟环境的彻底改变，要建立在整个大同市大环境改善的基础上。
大同不仅煤多，煤质也好。目前正在开采的侏罗纪煤系，是最好的动力用煤，被称为工业精粉和世界动力煤细粮。俗话说靠山吃山，数千年来，大同这座躺在煤上的城市，关于煤的一切早已经彻底融入了城市的血脉。大到地方经济、工作就业，小到烧火做饭和冬季取暖。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保观念的提升，烧煤带来的大气污染已经成为了大同市走向绿色发展的障碍。为此，大同市果断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煤革命，下决心投入大量资金，用财政补贴的方法，引导老百姓放弃一直以来使用原煤做饭取暖的传统习惯，而改用排放污染更少的型煤。烧煤带来的空气污染由此得到大幅改善。灵岩寺，又名山塘水殿，它在北魏时期就是一座名刹。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盛赞它：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塘水殿，烟寺相望。这座只留下文字记载的寺院，被以尽可能真实的方式还原出来了。除了山塘水殿，新的云冈石窟景区还修建了莲花大道、坛药广场和博物馆。一个集皇家石窟寺、园林、古建筑群于一体的新景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这崭新的景观让大同人都感到震惊。何柳是云冈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今天带着他的同学陶敏游览云冈石窟。陶敏从小就生活在大同，到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当地工作，已经有多年了。国庆黄金周，陶敏放假回老家，找到老同学何柳，陪同游览云冈。这个生在大同、长在大同的姑娘，竟不认识云冈了。去外地上学，然后工作已经10多年了。然后小时候来过的之后，给他的印象特别不太好，所以他也一直没想着再过来。这次过来看了之后，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作为大同人，感觉很自豪，更是为云冈石窟感到骄傲。
陶明感受到的这种新旧变化，就是云冈石窟多年来持续不断的保护工作的成果。现在，云冈石窟的保护进入了一个高科技时代。云冈石窟的监测系统既有常规的气象、环境和对洞窟的温度、湿度等微环境的监测，也有针对洞窟病害开展的裂隙、渗透水、微岩体和风化情况监测，还有对窟前裂柱、窟岩的专门监测。这些手段集成在一起，让云冈石窟最微小的动态都会反映到保护人员那里。威胁洞窟的凝结水，它们通常是窟内潮湿的水汽在冬季达到露点，凝结在岩石表面形成的。云冈研究院与中国地质大学共同研制了岩石表面凝结水量测量装置。这种测量装置解决了洞窟的凝结水形成的规律和定量测量问题，使保护人员可以在凝结水到达危险值之前采取预防措施，通风除湿，防止凝结水在岩壁上形成。这里是云冈石窟的数字中心，它是云冈研究院最年轻的一个部门。所谓年轻，就是成立的时间最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最小。而用数字化方式保护文物、保存文物信息，也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云冈石窟的数字中心成立于2013年，它的目的之一就是用数字测量，准确记录石窟的状态。石窟的测绘，对于传统手段的考古和文物保护是一个难题。云冈石窟是一种高浮雕石窟，雕塑有多厚，它的材质和洞窟其他部分的位置关系。如果有裂缝，裂缝在何处，具体深度等等。以往要获得这些信息，只能靠手工测绘、打网格，效率低，准确度差。为了更加完整、准确地记录石窟现在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了后来，在1986年，国家文物局与这个建设部综合勘察设计院，合作，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一次近景摄影测量的这种，高精度的，数字化采集。那个应该说是云冈数字化的一个开端。到了20世纪90年代，3维激光扫描技术与数字精密摄影技术蓬勃发展，适合云冈石窟数字化的技术路线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采集的信息，最高的分辨率精度能达到0.03毫米，就是说我采集用激光的2个激光点之间的点间距0.03毫米。那么包括这种色彩，我要达到色彩的精度达到90%以上的。数字信息和生成的影像与洞窟的微环境监测和病害样本分析结合，成为洞窟保护的基础资料。以前对于石窟风化，只能定性的描述，笼统的说它快或者慢。有了数字技术，通过连年的测量数据，人们就对石窟病害的了解变得具体。比如，云冈研究院采用数字技术，通过连年的测量计算，发现第9窟外裂柱修建窟檐后，风化速度比以前降低了70%。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些数据就是对我们云冈以后大规模的修建这种保护性窟园设施，为文物延年益寿、更好的保护文物、传承文物，可能起到一些数据上的支持。云冈研究院来了一批建材，正在劳动的张卓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能找到1:1复制云冈石窟的办法，并且能够像积木一样组装和拆解复制品，这样就方便到国外去展示，让世界一起见证灿烂多姿的中华传统文化。2015年以来，北京建筑大学与云冈研究院合作，使用数字技术参与石窟复制，使张卓的梦想接近了现实。既然是世界遗产，世界瞩目，所以怎么样发挥北建大的多学科的特点和优势，来实现石窟的高精度、足尺的复制，是一项挑战。而这项工作呢，国际国内都没有先例。3维激光扫描技术在石窟寺壁画形态记录方面具有海量数据存储和保真度高的优点，能够生成石窟中各个方向的剖面图，使洞窟得以多角度展示。然后它这个点呢，